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这场仗打到现在，有关于伊朗的战力，现在说呢，已经来到了战时工业化的生产模式哦。反而呢，尤其今天要关心的是无人机的产量，竟然是暴增了10倍。那么飞弹回复率已经达到了70%。另外一方面，中国大陆的角色在这边特别来看到，瞭望1号正式的进场，美军补给线还要能够撑多久？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中东的战局，伊朗它现在没有被打垮就算了，还是越打越强的。因为我们特别就一些数据来看到，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在停火的空档期间，特别关心到伊朗，它不管是飞弹或者是无人机的补充，都比战前还要更快了。所以专家说，这个叫做进入战时的工业化生产模式。特别来看到的是军事媒体做的分析，攻击型无人机，伊朗的产量现在竟然暴增了10倍，代表它还可以再进行大规模而且持续的一个打击能力。再来就是成本了，我们之前节目上也特别强调了，自杀的无人机来自于伊朗的，它的价格只有数万美元，但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拦截飞弹价格高达了数百万美元。再来，来自《纽约时报》也做了一个最新的评估，是来自于美国情报官员自己说的。伊朗现在还有40%的攻击型无人机跟60%的飞弹发射器。重点来了，在这个停火休息的期间，伊朗持续的把它挖出来，这一些深埋在山里面的飞弹发射系统，结果挖完之后，发现它是可以恢复到战前的70%的一个高数字，所以代表说，伊朗现在无人机的量暴增了10倍，飞弹恢复率达到70%。如果战事再起，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到底美军撑不撑得住？再来，我们先前也谈过了，美军的弹药库现在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还能不能够撑得下去？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其实这个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对于精确打击的战争的2种比拼。那在这2种比拼里面呢，那其实真正的问题就是价格。为什么？因为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我们上一节提到的水雷啊，或者是我们现在讲到的无人机啊，其实它相对于美军所使用的武器都是便宜的。那我们来看啊，这一张也就是这 CSIS 的统计啊，这个时间已经有大概2个礼拜的一个落差了。我们看到这个战斧巡弋飞弹它已经消耗了850枚，但是呢，它原来额定明年可以新增加的只有190枚，那也就是其实它的库存是不足的，然后它明年也跟不上。那如果我们比对一下2003年到2011年的这个伊拉克战争啊，它也不过才耗用了802颗飞弹，所以我们就讲到现在耗用的数量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讲的是攻击的，那如果有关于防御的，那第一个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以色列其实它本身被打得很惨，因为它的各层的这种防御啊，它其实有7层啊，那也就是最低的从铁穹上面的大卫投石，再加上剑士2型、剑士3型，这是3层。那这4层还有3层，也就是这有关于最低的这个，也就是铁束也就是雷射武器啊。雷射武器之外，它还加上美军的爱国者跟萨德。那我们来看呢，以去年的12日战争来讲的话，萨德在这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在哪里？从约旦河西岸往塔拉维夫方向看而已。那只有这一个部分的话，萨德就耗了39颗，但是明年就是以今年来讲啊，萨德也只做32颗啊。那你根本补不足这个缺口嘛。那如果在海军的话，其实我个人的研判啊，这一次的这个停火，其实伊朗是算错的。为什么？因为美国的所有的驱逐舰，它的无论是这一种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各种的标准2型、标准3型、标准6型，大概都快打完了。你说要通过双剑科目来运这个飞弹，当然不是不行，可以，但是
那耗时非常长。那你现在一停火，这火可好，通通都去靠港了，通通靠港去补充飞弹。因为我们来看啊，去年对不起，不是去年啊，之前在红海的时候所发生的这一些，那还是拖鞋军啊，还不是现在这种全面攻击。我们就看到了美军耗用了400枚的各式飞弹，那其中包括了我们看到120枚的标准2型。80枚的标准6型，那甚至还有用主炮来攻击的啊。这个问题，也就是啊，后来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一个，美军连星座级都不做了？为什么？因为星座级它就有32个垂直发射系统，如果进入现在的这个饱和系统的饱和攻击的它的这一个作战环境之下的话，它几乎等于没有生存的能力啊。那这也就是我们讲到说，其实伊朗还真的有很多的无人机没飞出来。那我们讲，如果大家去看这一个金融时报啊，它展示了去年已故的2个伊朗的这一个参谋总长，那以及他的陆军陆军总司令，他们去看了他们的无人机的工厂。第一个，它都是在地下，根本就是手搓出来的，也就是它没有一个正式像我们这种机械化的生产线没有，它就是人一个一个去就位做出来的。可是他看到的无人机至少还有2款，我们现在根本都没看过。意思是什么？现在打出来的都是旧型的。那新式的，那慢慢的一代一代推出的时候，其实这个才会造成美国海军或是未来可能登陆的最大压力。好，我们看到现在面对美以美国面对于伊朗的这个不对称的消耗战，除了说在武器上面他们慢慢的感到非常大的压力之外，另外一方面就是面对的是人的一个压力，因为呢，现在看起来伊朗啊，他们的要打美国的决心已经比以前还要更强烈了。特别我们来看到几个关键人物，首先是伊朗的陆军总司令，他喊话说战斗会持续到最后一滴血。再来就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根据西方媒体的情报显示说，穆吉塔巴在上一次的攻击当中，造成他这个被飞弹攻击，结果面目全非之外，还少了1只腿哦。但是他还是持续的在床上展现决心，跟他的这些部属们、他的下属们持续的沟通，要他们继续的整装，并且他已经最新喊话说，整装待发，准备让敌人遭遇新的惨败。再来就是现在整体的伊朗的内部的这个气氛，现在最新看到是上千女性呢，她们持枪上街，年轻人他们也开始公开的宣示他们要参战，甚至说要为国捐躯。现在看起来民间的力量也动员起来了。再来就是中国大陆，刚刚讲到大陆的角色，大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包括它的情报舰瞭望1号在阿曼湾引发关注，它可以征收到6000公里的这种电子征收的一个范围，收集美军的电子的指纹，所以看起来伊朗全民皆兵，再加上来自于中国的情报舰，接下来在中东长期抗战，美国有能力接招吗？委员怎么看？对，我刚才说过，这是中场休息之后的下半场开打了哦。那么当然，这场战争其实一开始伊朗就有设定它应该有的节奏跟步骤嘛，就像刚才这个舰长提到的，他可能更顶尖的、更高端的武器都还没拿出来用，他先用低阶的、先用廉价的去耗一耗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战力哦。那么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它就是一个意志力的战争了，就是一场全民战争了。就是大家看看这个美国、以色列、伊朗这3方哦，他们全民的意志的程度不一样的哦。就对美国来讲，大部分的民众是反战的哦，所以到底川普能够违逆民意撑多久，这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么第二个，对以色列来讲，他们也是要全民作战到底的哦。那么伊朗当然更不用说了，准备跟以色列分个你死我活了哦。这场战争，伊朗准备了30年，牺牲了这么多，如果就是稀里糊涂的就当做这个一场和谈就结束掉了，那伊朗这些人都白死了哦。那这30年都白准备了。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次不定毕其功于一役，美国跟以色列以后一定卷土再来哦。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伊朗这种全民皆兵哦，全民愿意投入作战的这种意志非常坚定的。所以，如果大家来比拼这个所谓的韧性的时候哦，恐怕美国并不会是伊朗的对手。那么更不要提到说，其实伊朗从一开始哦，就最近我们看到了很多来自于伊朗的学者的一些这个视频哦，他们一开始就知道
最终一定要打地面战的。他们从来没有侥幸的认为说不会打地面战，可是他们认为地面战对美国来说就是地狱的这个大门了，就灾难的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伊朗的地形哦，大家看一下伊朗的地形，伊朗的地形周边是山脉啊，然后中间是高原，所以伊朗不是那个一马平川的机械化部队一登陆就可以从头走到尾的。所以在这种过程当中，伊朗绝对有足够的实力哦，利用它这个天然的地形，把美国的部队耗死在这样的一个格局里头啊，这就好像我们当年打8年抗战一样，我们用空间去换时间。是。伊朗可以足足做得到，更不要讲说他还有100万部队了。所以美国到底如果真的要打登陆战，他到底要派多少部队去登陆，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嘛，美国现在显然他要避免打登陆战，他就发明了另外一套东西。可是另外那套东西，我想刚才这个我舰长也帮大家分析过了，是你到底耐不耐打嘛？很显然的，真的开打的时候，你就会要开始闪得比较远一点了。那你闪得比较远一点，你还能够封锁这个海峡吗？那你更不要提到说这个国际间的你这个盟邦，大家可能会对华府施压，说莫名其妙，我突破1个封锁就够惨了，你现在让我突破2个封锁哦，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对美国不利的。那更不用讲曼德海峡了。那各位知道那个曼德海峡，它最窄的地方只有25公里。刚才这个永明兄帮大家分析过，25公里哦，25公里里头这个28公里哦，它28公里中间还被一个岛隔了。所以呢，一边呢只有3公里宽，另外一边有25公里宽。所以你想想看，所有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在最窄的那个地方都只有25公里宽的宽度的航道，在那里这个要实施封锁，并不是这么困难的哦。虽然这个也许效果不见得像荷姆兹海峡这么好哦，但是它只要一旦封锁，对全球来说，那就是另外一个冲击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其实也把手伸进来了哦，就他派出来了这个瞭望1号嘛。那瞭望1号是对中国大陆来说是最新的这个战略的预警舰哦，它有6个大型的球形的那个天线罩哦，然后还有8部大型的天线。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它可以在监控范围6000公里，这6000公里的监控范围之内，所有的什么电子战的讯号啦、卫星通讯啦、雷达频率，它通通都可以征收到。那它同时可以在空中锁定1200个目标哦。所以如果它跟伊朗进行所谓的这个情报数据共享的话，它等于给了伊朗非常好的眼睛了，就有千里眼了。伊朗有100万雄师，可它需要一个千里眼。伊朗只要能够得到了瞭望1号的这个情报数据共享，那接下来伊朗要打哪里，要这个防止哪里的飞弹来袭，伊朗都可以轻松的应对跟掌握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哦，他现在如虎添翼哦，还拿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情报的资源之外，现在美军哦，现在要更加的有压力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海上战力哦受到影响。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他们没有吃饱，这是来自于今日美国的外媒做的报道，说他们的官兵在前线真的这个伙食非常的差尤其是迪利波里号跟林肯号上面呢，说这个餐盘里面迪利波里号只有少量的碎肉对半的玉米饼，那林肯号的伙食只有少量的红萝卜，还有这种干硬的肉饼。军人的家属也爆料说，他们寄了很多的东西要给自己的这个军人。自己的孩子，但是发现这些生活用品都寄不出去。再来五角大厦说这些消息都是假消息而已，但是呢，前线的照片流出来，现在看起来已经打击了美军的士气。杨老师怎么看？这些消息都是真消息。因为都有视频，都有民间的这个 TikTok 啊，或者是 Instagram 在传。我也看了一些。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这一次美国跟伊朗的对峙当中地理地缘因素就不断的在扩大。过去我们看到美国打几场顺手的战争的时候呢，似乎这个地理地缘因素就不是那么的关键。但是呢，在之前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受创很深。这一次你看到伊朗在这个高原堡垒之上，它不只是说你不敢去打它的地面全面战争，然后呢，你对于它的就是能源设施你也不敢去动手。川普这2天说要威胁去打电厂但是呢，他也知道，他打下去，伊朗回敬的话，那整个全球油价不就这个等于是飙飞一样？另外，这个地理地缘什么因素呢？美国在全世界有750个军事基地，大概在中东有13到17个，其实大部分都在海湾地区以内。如果在中东以外的话，你就要经过红海，或者是要到印度洋深度的那个叫做 Diego Garcia。
非洲的东岸没有什么美国的军事基地。要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第一个是补给、维修、官兵的休息，它有一定的就是除了政治跟经济关系之外，它有一定的基础建设。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把他的为什么第5舰队的总部放在巴林，在波斯湾里面，因为这边有相关的设施。现在这个巴林波斯湾整个进不去了，你要从哪里去做补给呢？所以现在就是说，他必须要从就是东南亚或者是要从地中海这边来去做补给。而这2艘舰，不管是林肯号、迪利波里号，它都必须要因为现在封锁伊朗港口，要在比较前端，虽然不敢太接近伊朗，可是在前端的情况之下，你的补给总是有限。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中国大陆最近做了一款新的叫901综合补给舰，那个综合补给舰就跟随着这个福建舰的一个大型的，就是补给舰，它就可以把航程延长1万公里，整个相关的这个补给的设施带了很多。这就是2个不同的思维。那一个是美国在全球设补给基地，另外一个呢是大陆自己本身做个大型的补给舰，跟随着整个航空母舰群。美国的这种众多补给这个基地型的这种作为，在这一次的波斯湾跟就是阿曼湾呢，就受到严重的考验，因为伊朗把你整个封锁。你过去赖以为补给的、休息的，你就不行。所以当福特号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要跑到希腊去。他就要穿过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到希腊去，到了希腊还能再回来吗？那现在美国各方面说，让福特舰官兵回家吧，因为他们已经在舰上超过将近300天了，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天。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对于美国的军方的士气以及整个补给都会产生严重的打击。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